Hello，大家好，今天是2月2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微软的一个利空让美股市场再次跳水，近期 AI 个股纷纷下跌，科技巨头也都出现破位，除了苹果逆势上涨，其余各家都不太好看。现在如果想抄底，千万要小心，可不要抄底在半山腰上。美股短线，阿哲的观点是今天止跌而后反弹，影响因素是英伟达财报发布。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现在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纳斯达克指数市场观察的145期。阿哲依旧会通过3个方面来讲解本期视频行情观点。第一个，我们会讲一下纳斯达克指数的整体分析，它的环境如何。第一点，我们用新值计算来去讲解本期市场当中下跌、止跌、反弹的一个判断依据，而后也会讲一下空间上的支撑和压力位分析。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主要讲解个股解析，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高通、PLTR、微软、TM、Meta、苹果、SMCI 和 MSTR 等个股的分析，重点会详细讲解特斯拉和英伟达，其余个股主要以行情快报的方式快速的播报短线关键点位和交易策略。以上3个部分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相对内容呢是比较多的，所以视频时长可能会较长。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给大家一个建议，您可以点击下方播放按钮上有一个3角的按钮区，点击之后您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点，那么您就可以快速找到最想要收听的第一个内容，相信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而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依旧呢建议大家能够从头到尾完整的观看，支持阿哲的视频创作，而这呢对您的学习应该也有更多的帮助。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叫做新值的计算。什么叫新值？在图表当中你会发现这些低点阿哲都标记了一下数字，有标记1，有标记4，而目前的市场来到了3，它就是一种市场当中下跌产生的新值技术。往往在特殊技术上会容易出现止跌和反弹，它表现的是市场当中股价运动最本质的动能分析，以及空间上它的衰竭力度。曾经我们用过新值计算逃过本次上涨英伟达的顶部。我们看到这一个视频回顾，在4天前阿哲曾经发布过一个视频，叫做英伟达风险上涨动能不足，当时就用新值计算告诉大家，当市场出现上涨时，到了3、6、9这3个数字附近将是风险，要左侧获利了结。那个时候市场英伟达还在上涨，很强势，没有出现右侧逃顶信号，但阿哲当时有提到左侧获利了结在这个区间是非常合理的。那么当时为什么提到在左侧上获利是一个合理事件？因为当时的英伟达从低点上涨到最后，我们会发现这里阿哲标记了一个8，它其实当时就是处于新值上涨8的地方，所以股价呢一旦在新值3、6、9的位置出现上涨，那么遇到这3个数字就要小心上涨动能衰竭。那么同样的道理，当股价下跌时也是的，遇到3、6、9附近的新值，市场将容易出现下跌的衰竭。这里呢，阿哲用往期的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来做一个示范。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图表是相对几个月来的纳指行情，我们从最左侧到最右侧的每一次下跌都教大家去数一下其中的新值计数怎么去计算。我们先看到最左边这里，那么价格的新值计算，一般大家要记住一点，就是股价下跌的最低点把它标记为0，或股价上涨时的最高点标记为0。如果股价在上涨，你就数价格上涨创新高，那么股价下跌就看价格下跌创新低。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对于这一个新值计算应该是陌生的，那么阿哲呢来详细的讲一下。老同学呢就作为一个复习，这里找到最高点，它为0号的最高点，它的低点是观察的对象。假如股价后续被一根下跌的 K 线，什么叫下跌 K 线？就是收盘降低，被一根收盘降低的 K 线创了0的低点，那么它则为1号 K 线。1的低点后续再被下跌的 K 线打破了新低，那么它为2号 K 线。以此类推，每一次被下跌创新低都标记一个数字。那么价格从这个高点0开始，是不是一直的下跌？到了3的位置出现了反弹。我们说3、6、9
就容易是下跌时空方衰竭，容易产生上涨或者说反弹的地方，有时候呢也会是反转点。稍后我们也会说一下它的买点和它的止损怎么去看。那我们继续往下数，3后是反弹，但后续继续下跌创新低，那么它这里为4，这里为5，而这里为6，369到了6，那么价格是不是也产生了反弹？反弹之后又下跌，又创新低，所以6之后低点又被下跌打破，它为7，7的低点再次下跌打破，它为8，所以价格呢369，这里虽然没有走到9，但是最后呢是技术8，而后股价出现了上涨，不错的反转行情产生。那么像这一轮下跌也同样的，前面如果听懂了，这里你自己就能够把它算出来，高点为0，股价下跌创新低为1，这里再创新低为2，这里被一根下跌阳线创新低，这里为3，再创新低，这里为4，股价略微超过了3，在4的位置技术而后反弹。我们说369附近都要有所关注。像正常的上涨回调，不是一个特别引发恐慌的下跌，正常的波动它一般不会到达3之后，这里是0，股价上涨创新低，这里为1，而后再创新低，差不多1和2，它就是一个强势行情波段的调整的结束点，正常呢也就3是极限。我们再看到这些0、1，然后就反弹，像这里高点为0，0周创新低，它为1，再创新低，它为2，再创新低，它为3，所以股价刚好在新值3的位置见到了上涨，所以强势的上涨行情的回落基本上也不会超过3，有时候超过可能也在4附近，所以只要多方是强势的，亦或者呢多方在本次比赛当中还没有彻底的被打败，空方还不是绝对的强势下，那么一般这种回调它在3和4附近就容易止跌。那像我们所看到的近期的行情，刚才呢我们已经把前面的这种基本上下跌都数过了，你会发现大幅的这种调整一般8、9就不离10了，基本上容易出现上涨，而股价下跌到4的位置属于上涨行情的一个回调，还算强势的幅度。那正常的调整一般就是1、2、3。我们再看到最近的，像价格高点为0，然后创新低，这里为1，直接反弹。那价格这一波下跌呢，这里为0，这里创新低，这里是1，这里是2，这里是3，这里是4，然后依旧产生了上涨。那么这里依旧为0，创新低，这里为1，这里为2，这里是3，这里是4，到4的位置是不是股价还是出现了上涨？像这种正常的调一下创一次新低，调一下创一次新低，是不是都是上涨？那么目前的技术，目前的新值你就可以算出来了。最高点为0， 0后创新低，这一天为1， 1后再创新低，这一天为2， 2后再创新低，这一天为3，你就会知道目前的美股市场下跌来到了新值3，而股价在目前的行情是一个震荡的市场，震荡的市场多空之间没有太过于悬殊的差距，所以价格在这里为0，创新高为1，再创新高为2，再创新高为3。前期这里0后的上涨，它何时导致的下跌，也是反弹过程当中出现了新值3，这里为0，股价上涨创新高为1，再创新高为2，再创新高为3，这一波反弹也是新值3。那么像前期这里为0的低点，那么上涨它创了几次新高，这里为0，而后创新高上涨，这里为1，再创新高，这里上涨为2，这里它是3，而后到了4，到4的位置就没有再上涨创新高了，所以这个低点是新值4，这个高点是新值4，而股价这一波反弹是新值3，这一波反弹也是新值3。那么我们把图表清理干净，我们就知道目前上涨新高新值3见到下跌，现在是下跌新值3，等待一个信号，我们认为市场将会有低点产生。这里的前提条件是整体市场还处于一个多空之间均衡的态势，如果新值3的位置还没有止跌，或者3和4的位置没有止跌，那么我们就知道了目前空方将会转强。因为我们从前期的低点上涨数到最近，你会发现每次下跌最多也就新值4，没有超过新值4还没有止跌的行情。所以这一波股价的下跌，如果到新值4的位置，如果还没有止跌，还继续下跌，只说明这个位置将容易是顶部反转，而空方将占据主导优势，多方将被击败。
像前期这里股价来到了新值3的位置，本应该是走出上涨，本应该空方衰竭，但后续空方快速的补充，你就会知道了，这波下跌不是简单的调整，后续空方占据了主导的优势。所以股价上涨回调时，你用3和4的新值可以看出多方是否为强势。如果3、4周后还处于下跌，那么空方将重新占据优势。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当你判断股价上涨后回调到了新值3或4之后，怎么去做一个买进，以及呢如何去设置一个止损。正常我们看到新值3或4附近要怎么去判断止跌，一个动作比较关键，这个动作就是它是否有一个反包的 K 线产生，今天的收盘价比昨天的最高价要高。如果听过阿哲的直播，应该知道这种 K 线的产生的含义。价格下跌，这里出现了0到3的新值，而后我们要等待一根 K 线，今天收盘大于昨天的最高，反包去看涨。包括前面这里股价下跌到了新值4的位置，新值3的时候呢没有出现反包，新值4的时候出现了反包，今天的收盘价高于昨天的最高价，所以我们在这种位置可以去看涨。一般止损位就是买入点，亦或者呢是新值 K 线的低点。像前期这里股价下跌产生了新值3，而后反包出现了，这一天可以买点。但我们会发现后续快速的把3跌破了，或者说把你的买点给跌破了，你可以止损，因为后续容易空方占据主导。那么目前也是如此的，等一个信号，什么信号？在新值3亦或者新值4后出现一根反包 K 线，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则为短线尝试博弈反弹的确认信号。防守位就在3或4新值的低点，亦或者是买入 K 线的低点。那么这是目前美股行情技术面上我们去判定何时能抄底的一个依据，等待一根反包的 K 线，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为相对安全的买进点。而当你用这种抄底方式去买进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后面的止损还被打破了，那么就会告诉你这里真的是一个半山腰，就要特别小心，一定要止损。这算是本次高位逃顶之后首次去观察是否能够抄底买进的一个具体买点。以上就是市场当中对于上涨新值和下跌新值的一个计算方式。学会这种新值计算方法，你也可以看懂在之前上涨时为什么这里阿哲会让大家要小心，左侧获利了结是一个正确合理的选择。如果对于新值的一个学习，新值的一个计算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或引发您的部分思考，也希望老同学听到这里可千万不要忘记照常为阿哲的视频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支持阿哲的一个视频创作和录制。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视频，那么这种技术阿哲相信外面能够告诉你的人是不多的，那么阿哲呢分享给您，那么希望大家也能够持续的跟着阿哲去学习，有所帮助有所收获的同学可以在视频底下点击一个订阅按钮，点击订阅之后您就是阿哲频道的粉丝观众，那么成为已订阅的同学可以点开全部铃铛，在点开全部铃铛之后，那么阿哲以后每一次的视频发布和每一场直播的公开，那么您都可以第一时间接到阿哲频道的通知，可以快速迅速的了解到阿哲当前最新的观点。也希望呢在未来我们一起在阿哲讲技术频道学习技术分析和在美股市场持续盈利。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和订阅，谢谢大家的支持。以上就是第一部分，叫做新值的计算。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到空间技术点位的分析。今天阿哲呢也把最新的空间支撑压力位给到大家。今天的预测高点是 19,465.58， 今天的预测低点是 19,096.8。那么这两个点位怎么去使用？它不是说阿哲你这个点位是今天一定会达到，一定会到达吗？今天收盘就会100%在这一个附近吗？并不是。那么这个点位是怎么用的？如果您是新同学可能还不了解，阿哲这里呢会详细讲一讲。在稍后个股解析当中，阿哲也会频繁的用到日内支撑和压力的预测来判断当前行情的机会和风险在哪里。所以如果是新同学一定要认真听了。关于这个点位是阿哲专门给到我们订阅观众、订阅粉丝朋友的一个福利信息。只要您是新订阅的同学，那么至少半个月的时间内您都可以收到阿哲盘前的行情解读。现在您可以看到左侧的图片，左侧图片呢就是昨天在2月24号香港时间4点23分阿哲所发布在 Telegram 当中的粉丝专享盘前解析信息。
在这条信息当中，阿哲一般会给到一个比较主观的判定或阿哲的一个想法，以及下方是比较客观的计算出技术支撑和压力位的点位，一般会给到纳指和特斯拉的日内技术预测。我们先看到昨天的第一部分，阿哲在昨天的消息当中有提到，纳指上周五跳水收大阴下跌，但因为目前是震荡行情，所以大涨连阳，之前上涨是要小心，而大阴下跌在你高抛之后，目前就是大阴下跌过程当中惯性下跌时等待低吸的过程。只要市场还处于震荡行情，你就记住了，上涨到高位不要高抛，下跌大跌不要害怕，低位应该低吸。所以目前是等待低吸的过程，除非有那么一个节奏，除非有那么一个信号能够告诉我们空方占优，目前不是震荡，而将转为下跌趋势。在此之前都不要去猜想目前的美股会不会转为下跌趋势，就好像之前美股涨势汹涌，在开年之后一直上涨的过程当中一样，我们每一次上涨都去幻想它会创新高，但你会发现它并不会创新高，因为震荡行情没有那么容易去走出趋势。那么目前的下跌也是如此的，你为什么在之前上涨时会期待它会走为上涨行情，在目前下跌时又恐慌它会变成下跌行情？只要没有出现，就先不要盲目的预测。但这里阿哲也提醒了，低吸呢归低吸，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进场信号，以防呢抄底在半山腰。你前期高位获利了结之后，如果抄底在半山腰，那么你一切都白费了。所以在目前的市场节奏当中，千万要等待一个明确进场信号，千万不要提前抄底，甚至是下跌时去买进，千万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关于这个点位怎么去进行一个观察和使用。那么阿哲盘前所发布的这个点位，一般呢就是日内的关键支撑和压力，那么它体现的是一个多方和空方的力量博弈关系。我们看到右侧图表是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有一些 K 线底下有红灯和绿灯的表现，比如说这一根阳线，它的底下呢是一个绿灯，则说明当天股价收盘收在了阿哲预测的高点压力之上，说明多方表现是很强势的。所以价格从这里开始，我们认为多方走强，它在下跌时出现呢是一个特别好的信号。那么股价如果上涨时，特别是获利有一段时间高位相对风险时出现了红灯，就说明当天阿哲预测的日内支撑被收盘跌破，那么这一根红灯 K 线就说明是一个风险，也说明是一个空方的信号。所以价格呢一般在上涨有获利的情况下，红灯是比较大的风险，而下跌时出现了绿灯都是以机会为主。像最近股价上涨出现假阴线后回落，在这一天虽然是长长的下影线，感觉呢好像有多方的反攻，多方很强势，但其实它是一根红灯 K 线，因为它的收盘价只要收在预测的低点之下，就属于空方是转强，多方变弱，不管它是有多长的下影线都是如此。所以在这一天出现红灯之后，价格风险释放，价格开始下跌，这一天大跌它也是红灯 K 线。那么像昨天呢就不是红灯 K 线，因为昨天的预测低点在 19264.58， 昨天的最低点差不多是19275附近，还差那么个10个点，所以呢并没有构成收盘跌破预测低点，所以它不是一个红灯。昨天这种下跌属于市场当中在红灯之后的惯性下跌，惯性下砸，目前的空方动能并没有增强，所以只要它不是红灯，就说明目前的空方在下跌当中只是惯性，而没有再次的变强。听到这里，那么你就知道这一个预测高点和低点怎么去使用了。股价今天的收盘价只要不跌破 19096.8， 那么就还处于惯性下跌，空方在衰竭的过程当中。而假如在未来有那么一天可能突破了日内预测高点，将会出现大跌之后的首根绿灯，那个时候将是一个明确的看涨信号。所以每天呢，在 Telegram 学习小组当中的同学一定要关注好预测高点在下跌当中能不能被突破。像前期下跌时出现的首个绿灯，以及这一个首次的大跌后的绿灯，都要特别关注，它很有可能就是抄底机会以及下跌的低点反弹产生。当然了，每天的低点、每天的高点，它的预测值是不一样的。因为阿哲是根据当天的数值推算明天的数值，所以这个数值呢是每天都会变化的。
如果您是已经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阿哲告诉大家，今天的数值你知道了，那明天、后天阿哲没有发布视频的时候，您怎么去知道这个数值？其实很简单，您只要订阅阿哲之后，打开视频底下有一个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您可以看到一个置顶评论，也就是在最顶上阿哲所发布的评论。在那一条信息当中有一个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 Telegram 的链接，您点击那个链接之后就可以找到助教。在找到助教之后，您需要给他发送一个报名的口令，他呢会后续通知你如何去领取到这条盘前解析。这个口令呢很简单，就是您找到他之后发送一个盘前给助教老师，那么他就会知道您是阿哲新订阅的同学，目前呢不知道怎么领取到盘前的消息，那么他就会告诉您如何在每天盘前能够看到阿哲所发布的盘前解析了。所以如果您是新订阅的粉丝观众，那么想要获得盘前解析，可能需要您动动小手指，稍微劳累一下，发送盘前给助教进行领取。而这呢也是作为一个订阅福利送给各位订阅的同学。感谢各位同学在首次观看阿哲视频之后能够立刻点击订阅，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喜爱。同时这里阿哲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关于盘前解析点位预测，它只是粉丝订阅福利的其中一项，其中一个。而我们还有另外2重福利，第一个就是粉丝群组，阿哲有专门设立了一个技术分析、交流和学习的学习小组，而在小组内的所有成员都是阿哲认为是粉丝当中最热爱学习、对尊重知识的同学，那么这样的同学才有资格能进入到粉丝群组一起学习。那么你怎么样能够加入到粉丝群组？那么你可以看到第3部分。第3部分呢是进阶知识和内部直播，在每周我们都会有专门制定的内部直播专题课程，比如说在本周我们举办的是破译市场密码，每一节课都会针对于市场的一种行情、一种秘密给大家去破译它的其中关键。周一的时候我们讲了变盘密码，怎么去区分市场的变盘方向。周2讲了启动密码，怎么用成交量看到价格启动的迹象。而明天阿哲会在内部课程当中讲到回调密码，怎么去破译市场回调的低点在哪里。像周4、周5讲的是飙升、短线、主升浪行情的密码，以及残牛价值投资的密码。这就是本周我们的5节课程。如果您感兴趣想参与，那么也记得跟朱老师报名参加我们的内部专享课程。而对于这些课程的参与和学习的态度，也就关系到大家能否进入到粉丝群组当中。只要您听过一次的直播，并且完成一次我们老师安排的作业，那么在学习而后完成作业一次之后，您就可以跟朱老师申请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组。只要您的作业是完成的还不错，没有敷衍，并且学习是认真的，知识点的掌握都 OK， 那么您肯定能够进入到粉丝小组当中。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3份阿哲的订阅福利都拿入囊中。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和订阅。以上2个部分就是我们讲解了有关纳斯达克指数市场当中的一个环境、短线新值空方衰竭点，以及空间上今日的支撑位和压力位的关注点在哪里。接下来我们讲到第2部分，来到个股解析环节。我们先看到第一只股票特斯拉的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分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空间图表，在图表上所画的横线是阿哲呢曾经分析时留下的空间点位的标记，是其中的支撑和压力。在股价下跌时，特斯拉当时是下跌到了 324.24 支撑位附近，而产生止跌反弹。而后这个反弹的区间到了 361.73 之后出现了长上影线，而后价格回落。这里我们重申一点，可能呢有新同学第一次来不确定阿哲对特斯拉的一个看法。那目前呢阿哲所做的特斯拉的策略呢是属于中线波段看涨的策略，而这一个位置的关键点就是 324.24， 以此呢形成了一个中期的防守位。只要特斯拉没有收盘有效跌破 324.24， 那么这里阿哲依旧是中期看多特斯拉的。曾经呢中线的布局，我们在这一根仿包阳线的位置去买入了一笔，而后股价回落时，当时阿哲告诉大家，如果你是短线，那么这种冲高回落在压力区不能突破的动作应该去获利了结，而如果是中线，那么你不用管它，而是在回落时找到支撑位附近止跌的再次加仓点。那么目前对于特斯拉的看法还是没有变化的，因为它昨天出现探底回升，有长下影线的产生，在 324.24 上它没有去触及
只差一点点，收盘也没有跌破，所以它的支撑中线来说还是有效。那么只要这个价位没破位，就依旧中线看多，等待买入时机。这是目前从特斯拉的角度我们所制定的策略。在1周前，阿德就多次的重申这个观点，那目前呢也依旧如此。这个策略的关键就是这一个支撑位不能跌破，在不跌破之前，我们去寻找止跌买点。所以目前我们就知道一个重要的空间价位。那在短线上，我们再从资金和动能上找一下有没有交易的时机和它的短线点位。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图表，上方呢是日线的动能 K 线，下方是 BBB 资金。上方的动能 K 线和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指数的动能 K 线是一样的，红灯就是特斯拉跌破日内预测低点时产生，绿灯就是突破日内预测高点时的 K 线。这一天市场产生了一个绿灯，多方走强，这一天也是多方走强，但是第二天出现了反转，直接由绿灯走为红灯。那么这种绿灯立马转红灯的现象，我们曾经说过它是有含义，说明昨天呢有可能是诱多，昨天的上涨反而是风险，就跟前期这里一样，这一天是一个反弹的绿灯，而第二天立马是一个红灯，这是一个特别小心的迹象，说明多方走势突然变强，而后突然又走势变弱。那么对于昨天来讲，则说明它是一个诱多，是一个风险。所以目前的指数也同样如此，你要小心下跌反弹出现绿灯之后，立马第二天走红灯，这是最为弱势的表现，也是最容易再次引发恐慌的表现。而目前的特斯拉在绿灯之后出现了连续2天红灯，昨天呢没有红灯，昨天出现了探底回撑。那么现在从动能 K 线上来讲，我们要等待一根绿灯 K 线。那么今天特斯拉预测日内高点是谁呢？这个点位是 336.464，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周二收盘股价在 336.424 之上，那么特斯拉将会出现本次下跌的一个绿灯 K 线。那么这个绿灯 K 线将会告诉我们，你可以去尝试在这里去买进，因为中线上我们知道这里有个支撑，那中线上的支撑附近出现绿灯 K 线将为一个直接的买点。在分析了股价动能之后，我们知道要等待绿灯。那么从资金上我们可以看到另外的一些表现。在上期视频当中，阿哲有讲到特斯拉本周周一将会是一个变盘 K 线，而目前如期出现。那么何谓变盘 K 线？它是由 BBB 资金指标中去得知的。在市场当中，股价的下跌反弹和上涨回调，它会有一个临界值，一旦出现这个值，后续股价将会产生变化，有可能是低点，有可能是高点，或者是本次趋势的延伸。我们看一下股价之前的这种资金由底往上流进时，它有一个动作叫做上穿强弱轴。一旦资金往上持续的流进，上穿强弱轴这一天将是市场由下跌反弹出现临界点的那一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天的上方价格的表现，价格之前是一个下跌而后走为反弹，而这一天是资金的上穿零轴。那么这一天将是下跌反弹的临界点，如果它不是反弹，那么价格将会很快的有效的突破它，并且它会转为一个支撑。而如果这里是一个反弹，那么市场的多方走到这里将容易衰竭，市场后续将出现破位，所以当时这里就是下跌反弹的一个临界点。而我们再看最近股价又是下跌而后反弹，那么变盘点就是上穿的这一天，那么这一天就是一个临界点。我们可以看到临界点当天是不是又是一个反弹高点，所以股价呢，特斯拉连续2次都形成了反弹高点，这是一种多方不太强势的表现。而我们看一下，如果是上涨回调，它又怎么去看呢？价格前期这里是上涨而后回调，回调过程当中资金由上至下流出，那么这一天流出下穿的首天就是变盘 K 线。你会发现从这一天开始产生了反弹，它是一个反弹低点。当反弹低点它的高点被突破之后的回踩没有有效的站住，然后价格还继续的往下去跌破，所以这里只是反弹低点，而不是一个回调低点，价格后续依旧有下跌空间。再看到这里，价格是上涨而后回调，回调时呢出现了一个下穿 K 线，是这一天下穿当天低点被跌破，高点没能突破，反而是压力，所以它这里不是回调低点变盘，而是一个下跌的延续。那包括当下我们上期讲过的上涨回调，那么变盘 K 线在哪里？什么时候容易是回调低点变盘？
是不是就是这一天？因为在这一个上涨回调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下窗 K 线，那下窗 K 线出现，它就有可能是变盘低点。如果它不是变盘低点，那么市场这里的下跌就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要看一下这一个最新的周一的特斯拉变盘 K 线，它的高点能不能被突破，它的低点不要被跌破。如果在不向上突破之前反而率先出现收盘跌破，那么中期看涨的观点就要改变。这里特斯拉还没有跌完，它还不是低点，这里还有下跌空间。反之，不跌破下沿而向上快速突破上沿，则这里是一次，那么这里就是再一次的中期止跌点。我们的一个加仓点将会在突破这一天再次构成买进信号。以上就是特斯拉关于空间、资金、动能3个方面的分析，有关键的点位给大家去提供。那么这里大家要去注意它的支撑以及它目前所面临的小小的压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英伟达3个维度的解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英伟达，英伟达在出现财报之前出现了很明显的价格波动，先是一个单边连阳的上涨，而最近呢又出现了单边连续阴线、连续大阴的下跌。在空间上，我们之前有说过，你要关注116，价格从上方大幅下跌，而后跌到116后出现止跌反弹。在强势反弹过程当中，我们也说到前方的这一个区间所产生的压力和支撑是比较重要的。目前这个区间其实还没有被有效的跌破过，从前面这里上涨遇到它是一个压力，价格回落之后重新的突破回踩，突破回踩，这里开始转为了支撑。而后每一次的回落在这个区间上沿附近都有支撑，都有效，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区间。而价格在出现跌破它的下沿之后，你会发现也不是有效跌破，跌破后第二天立马会有反弹连续出现，所以它这里也还没有出现有效的跌破下沿。而当前的股价是再次的去修复了 130.75 这个支撑压力区间之上，修复之后，我们说它一般会有一个回踩，而它要回撤的价格有可能是一个，有可能是2个。这里呢就要看一下 130.75 能不能出现支撑。昨天的价格收盘略微跌破 130.75， 而如果它是有效的跌破，那么价格下一个测试的区间将是 123.1。股价这一波快速的上涨突破，有2个价格关键的被突破。当然中枢的位置也有可能产生支撑，但支撑效果会比较弱。价格如果是有效跌破 130.75， 那么正常来讲 123.1 附近有可能也会被测试。所以当下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 130.75 附近价格产生的止跌和反弹动作明不明显，还是会直接被贯穿。而我们知道英伟达最近也是大事将要发生，在周三盘后英伟达的财报将发布，那么这呢在我们目前的价格判断上，它的波动幅度是上下9个点甚至9个点以上，所以将是一个非常大波动的短线行情。这里就做一个假设，大概率的事件可能是往下的测试，而如果往下测试9个点，那么正常来讲今天只要不大跌，那么测试的幅度应该会落在 123.1 附近，或出现单日快速的跌破。那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对于 123.1 的再次的测试。之前的测试跌破一次之后，第二天立马会反弹，跌破一次之后，第二天立马会有反弹。所以我们要知道 123.1 哪怕在财报之后真的是出现了悲观的情绪，出现下跌破位，它也只是第一次的跌破，而第二天往往容易出现多头行情的反攻。到时候我们要关注的不是财报当天，而是财报第二天价格的反应。只要在116附近依旧有支撑，那么这只能说又是一次绝佳低吸机会。而在此之前，财报发布前，那么短线上有没有一些短线的买进博弈点呢？或出现什么信号，则说明技术面上是可以看涨英伟达的。我们接下来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对于财报的分析，最近大家看的肯定不少。而在财报分析上呢，不要说散户投资者，哪怕是专业的交易者，甚至是一些大行，也经常会看错，经常会被称为反指。所以我们作为散户去太过于关心财报的好坏和后续的涨跌，其实意义不是很大，因为整体来讲我们都很难去猜对，或者说我们很难去做一个有效的参考。所以不如呢，阿哲把技术面给大家再去作为分享，再去呢做一个实际的分析。
目前的价格呢，依旧呢在回落，而在回落过程当中，我们说过，一般你要关注的就是资金流出下穿的那一天。在上期视频我们说过，它距离变盘还有一段时间，因为它离得比较远，跟特斯拉不太一样。那么其实只要今天再次略微波动，那么其实也很容易呢出现这种变盘 K 线，我们也可以到时候看一下会不会产生下穿。如果出现下穿，照样我们说是一个比较 OK 的可以去关注的机会。像前期这里出现下穿，是不是低点变盘，后续没有跌破？前面这里下穿的时候呢，也是距离低点变盘只差一天。像前期这里出现下穿时，它呢是快速的第二天被跌破，高点没被突破，所以它是一个延续下跌。每一次出现下穿上穿时都要小心，都要关注。那目前离下穿可能就差一根下跌 K 线而已。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动能 K 线方面，价格的走势处于一个上涨。上涨的时候呢，绿色的灯一直在亮，也就是说多方强势一直在运行，直到这一天才出现红灯。而价格呢，最近是连续的红灯。一般股价上涨有所盈利之后，我们说左侧卖出就是之前的新值8的位置，那么右侧卖出呢，你说我看到红灯之后再卖出，其实也不会说太晚，因为前期的绿灯连续的闪烁，而价格连续的上涨，在这一天红灯卖出，其实也不失为一次成功的短线博弈。而从动能 K 线上来讲，当前依旧是红灯，说明下跌动能昨天指数有所转弱，但是英伟达呢却依旧呢出现了加速下跌，依旧空方强势。这是因为微软的消息面上所传输的一些影响，利空的影响，所以昨天的英伟达呢并没有出现减速，反而呢依旧保持一个加速的下跌动作。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英伟达的关键的价格，今天它的预测低点是 125.925， 今天它是一个关键日内的支撑点，如果收盘把它跌破，则说明依旧是红灯，这就不太好。不过一旦出现了下跌 K 线，那么今天其实也大概率是一个低点变盘的 K 线，可以去关注今天的下跌 K 线的产生。如果今天不下跌而是上涨，关注 134.435。假如今天的收盘在 134.435 之上收盘，那么正常我们会看到一个绿灯 K 线，则是一个看涨信号，这一个也是动能上给到我们的提醒。所以在财报发布前，如果出现绿灯 K 线，那么这里看大家的一个选择，阿珍呢是不太建议在财报发布前去赌一下大小。那如果您是比较看好英伟达，但是呢就缺一个技术面的买点，那么这一个可以作为一种买点，突破 134.435。以上是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两个个股的技术面的分析，通过空间、资金、动能，我们讲了一下中线以及短线的关键点位和策略。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部分是高通、皮尔 TR、微软、TM、Meta、苹果、SMCI、MSTR 等8只标的，关于资金和动能上，我们怎么去短线的制定它的攻防策略。当前我们所看到是高通的日线图表，上方动能 K 线，下方依旧是 BBD 资金指标。上期视频我们说过，高通面临一个变盘，这一天是变盘 K 线，因为市场大跌，而后底下资金下穿，下穿时的 K 线为关键 K 线，跟前期一样，这一天是不是也是下穿？像前面股价回调时这一个位置也是下穿 K 线，包括这些点位都是下穿 K 线，而下穿 K 线的低点和高点一般就是压力和支撑。像这一个下穿 K 线没有产生突破，而是快速跌破，所以这个地方没有太好的看多行情。当股价上涨回调走到这里出现下穿 K 线时，它的低点没破，高点快速突破，这里开始行情就变得强势起来。而到最近这一个变盘 K 线，高点没能出现有效的突破，突破之后快速的又跌回来了。像前面这些位置有效的突破，突破之后它是有支撑的，而它突破之后是快速跌回来的，突破之后快速跌回来，所以它不是一个低点有效的变盘，它就是一个震荡行情而已。价格后面出现下跌，破了它的低点，而后出现新的变盘 K 线，这一天变盘低点它没有止跌，没有撑住，而是再次出现有效下跌。所以高通目前这里不是低点变盘，而不是低点变盘，反而是被快速跌破的低点变盘，则说明这里的方向它还有下跌空间，所以高通目前要小心风险。我们需要等待，要么是绿灯 K 线的产生，要么是底下资金由红转绿，由流出首先转为流进，那么到时才可以去关注它的机会产生。
而目前股价下跌，没绿灯，没变盘低点，同时资金也没转为流进，所以整体是一个下跌的运行当中，所以高通不要随意抄底，目前还早，没有出现太好的机会。而什么时候会出现绿灯 K 线？那么今天的预测点位给大家去说一下，今天它的预测低点是 158.245， 如果股价收盘跌破它，则说明价格依旧还在加速。那么我们看到预测高点是 163.845， 如果收盘收在 163.845 之上，那么高通说明初步有止跌的迹象，因为有一根绿灯 K 线的产生，股价的下跌调整，绿灯 K 线的产生才意味着更有可能走出机会。而在此之前，很多时候它是一个风险的延续过程当中，虽然不是说绿灯产生一定是机会，红灯产生一定是风险，但它会给我们一个方向，一个动能上的研判。有时候红灯产生可能是上涨当中的砸盘而已，有时候绿灯产生可能是下跌当中的反弹而已，所以更多的我们到时候在绿灯后再去观察。而现在是连绿灯都没有，而如果连绿灯 K 线都没有，说明它都还构不成反弹，构不成止跌有效。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皮尔提亚在下跌过程当中，我们在上期视频也给到一个关键的 K 线，因为目前的价格是前期大幅的资金获利堆积而后兑现，而在回落过程当中，我们首先定义它可能是一个回调。那么回调低点怎么看呢？回调变盘怎么看呢？我们是不是说看到关键的下穿 K 线？而下穿 K 线这一天有出现突破吗？它是没有突破的。那没有突破，它是不是至少低点的确认，低点反弹的可能性就不高？像前期有没有下穿？这个位置出现上涨，下穿是哪一天？下穿是这一天，它的低点被突破，高点没能有效的突破，所以你会发现价格这里就是个反弹，它呢后续还有下跌空间，所以上涨当中出现的回落，这一天是变盘 K 线，高点没能突破，低点呢又被跌破，所以当下皮尔提亚还有下跌空间，因为没有低点变盘。那么关键的 BBD 资金告诉我们这一天是下穿，那这一天的变盘 K 线如果没有产生有效，那么下一个 K 线关注什么？关注连续流出后的首根流进 K 线，这也是之前我们讲过的要去观察的。当价格出现连续流进之后，首根流出也是关键的。连续流进、首根流出是不是都是关键的低点啊？都是回调的低点。那连续流出之后首根流进的，它的高点低点也是关键的区间。连续流出之后首根流进，高点快速突破，低点有支撑，是不是本次的下跌用这种方案？你可以看到一个关键 K 线的产生。而现在本轮上涨的时候，最后的连续流进后的流出是它，那么它的低点是被跌破的，所以在这一根 K 线的低点被跌破时，你就知道了风险也产生了。当前是连续流出的，那什么时候流进呢？到时候流进的时候，阿哲会在视频当中告知各位，当前还没有。所以目前的皮尔提亚是跌破了低点变盘，延续下跌的路程。我们看到今天关键的预测点位，今天预测的低点是 85.135， 股价收盘在此之下会继续是红灯，说明依旧下跌加速。而它的预测高点是 94.845， 94.845 如果出现反弹能够突破，则说明有一根绿灯的产生，至少呢说明当天的多空是多方强势，那么可以去关注是否有低点的反弹出现，以及延续上涨行情。一般股价在下跌时，如果出现红灯后立马转绿，红灯后立马转绿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说明昨天的红灯大概率为砸盘，红灯后转绿是一个好现象。而如果出现绿灯之后立马转红，那么就不好了，说明昨天呢可能就是诱多。像这种下跌时出现反弹了啊，绿灯，但第二天立马红灯，所以就说明股价是一个反弹的概率就比较大。所以如果这里出现红灯立马转绿灯，则昨天是低点，昨天是砸盘的概率就大大增加。所以在红灯下跌时出现的绿灯，你要特别的关注，它有可能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机会。但如果还没有出现，则关注其他的。现在呢依旧是惯性下跌，皮尔提亚。接下来我们看到微软的走势在昨天因为一些消息的公布，又再次出现了下跌。之前我们说过，这个连续的阳线产生，它有一个关键 K 线是谁啊？就是这一天上穿时，
因为股价上穿目前处于下跌反弹，那么上穿的 K 线它的高点它的低点是不是意味着高点变盘？价格呢没有出现有效的突破，而目前出现下跌的跌破，那你要看一下这个下跌有没有出现有效了。如果下跌破位之后第二天依旧持续的出现阴线下跌，那么这个下跌大概率是有效的。而假如今天后的行情它是收涨重新收回，那么意味这里还是保持震荡，这是微软的关键 K 线上的判定。我们更希望能够出现一个有效的突破而后回踩的抄底机会，当前是依旧没有给到抄底的机会，但它这里阿哲认为还算是一个抄底的区间，只是买点还没有产生。在资金的变化上，你会发现下跌的 K 线它哪一天有下穿吗？其实这里还没有下穿，但是很快，如果今天依旧略微的收低，其实很容易就下穿了，但目前还没有，所以呢还不需要看这方面。前期这一轮下跌，这一天是下穿了，高点没突破，低点呢被跌破，所以它延续的调整，而现在也即将再次出现这种 K 线，看一下会不会出现。那么这里我们去说一下它的预测高低点，今天的预测点位最低价格是 396.635， 这是今天微软盘中预测低点支撑，如果股价收盘在它之下则为红灯，而它的高点预测压力就是 406.685， 股价收盘在此之上为一个绿灯，那么这个绿灯则说明多空之间再次反向。下面我们看到 TEM， 最近的 AI 个股纷纷的回落，那么这一只标的也同样如此，这一波下跌跌得比较的快速。在之前出现三阳小顶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这是一个左侧要小心风险了，而上涨当中不只有三阳小顶，同时这一天还是一个红灯 K 线，所以价格的风险释放，我们说这个下跌其实是可以去预知，或者说是已经有提醒过的。那么在这种下穿当中，是不是这一天是下穿 K 线？这一天的下穿股价是跌破了，那跌破之后，我们是不是认为它不是一个上涨后的回调低点，或大概率不是？因为如果要是的话，那这一天的高点应该被突破才是。而这一天它是下穿 K 线，你可以看到左边这里 BBD 显示为负的 0.879， 在它的上方是正值，这一天首次下跌创了一个低点，变成负数，所以这一天是上涨当中首次的下穿，是变盘低点，那么变盘低点没能变盘，那么股价空方强势延续下跌，目前依旧是延续下跌的过程。而我们在盘后也发现它出现大幅的下跌，其实这本应该是能够逃过，本不应该去被套住的。所以如果在本次的上涨当中，如果你有获利而没有了结，在调整当中你发现下跌但是不去逃跑，那么这种风险，这种大幅的下跌你可能就没能逃过，这是不应该的事情。因为风险的提醒其实还是蛮多的，那么这种大幅下跌之后它肯定是延续红灯，所以在到时候周四的时候我们再去讲解，目前再去讲什么其实作用不大，因为我们之前提醒过这一天是不能跌破的，跌破它就是一个非变盘低点，然后非变盘低点就是下跌的延续点。下面我们看到 Meta 的一个市场下跌也是连续的下跌，和 P2TR 和 TEM 都有所相似，都是前期走势强势的个股，最近纷纷获利回吐或资金的出货现象。那么连续的下跌5天下跌，有4天都是红灯，它的下跌力度是非常强势的。而这种下跌当中哪一天是下穿 K 线？是不是这一天刚好见顶，这一天下穿，好，它的低点第2天被跌破，第3天还是跌破，第4天依旧跌破，所以这种过程我们肯定知道这不应该是一个调整的低点变盘。那低点变盘 K 线被跌破，说明不是低点，那不是低点就是延续下跌。当前是资金连续流出而没有流进，那么至少等待流进 K 线亦或者是绿灯产生，才有可能产生我们的反弹或者说止跌买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它今天的预测高低点。Meta 今天的高点注意 677.7， Meta 今天注意它的预测高点压力是 677.7， 今天的市场如果收盘能够站在它之上，则是一根绿灯，而它的低点支撑呢是 652.88， 如果今天股价下跌，收盘跌破 652.88， 则它又是一根红灯，那么它依旧保持风险来看待。现在我们看到苹果
啊，它呢算是独领风骚，市场当中大家都在下跌，都在调整，就你在上涨。我们在之前说过，它其实目前还是一个获利了结的区间，资金前期下跌，这一天下穿 K 线后突破，所以它是一个上涨回调变盘低点，突破之后上涨，这个空间其实已经是到达我们当时的目标位了。当时在这一天仿包当天，我们说是一个买点，因为是前面的低点变盘的仿包，买入之后没有打破止损，那么就持续的往上看。我们当时有说过，在买入之后，这笔短线的空间最大的压力是谁？就是前方关头阴线的高点，而目前股价已经是走到了关头阴线的高点。那么这一笔交易，你说我从这里买进，而后在这里卖出，其实已经是完成了本次的交易目标。所以当下呢，就是已经了结一次交易。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去看待苹果？就是在关键的关头阴线的压力附近，能不能产生突破现象？昨天的收盘价略微已经站上了关头阴线，这是一个好现象。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有一天果断的阳线，如果这里有一根果断上涨强势的阳线，我们在这里可以重新的去看涨。虽然这里呢有可能有追涨的嫌疑，但是只要在关头阴上出现一根强势的阳线，我们依旧能够作为买进信号。后面呢将是一个波段看涨，前面这里只是短线看涨。而如果能突破关头阴线，并且是强势突破，那么可以波段看涨，前期高点将不是太多的问题。这里要记住阿哲所说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强势的上涨。假如还跟昨天一样是一根小阳线、长上影线，那么哪怕今天依旧上涨，依旧收盘在关头阴之上，也还不要随便买进，因为目前的市场还处于风险。除非苹果今天再次强势上涨，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很明显的资金选择。接下来再看到 SMCI 的个股走势，其实也是三阳小顶之后的风险释放，或者说获利兑现。在三阳小顶之后，左侧应该离场。那么后续股价呢出现了略微的调整，但它的调整其实很是强劲。阿哲所说的强劲不是空方强，而是多方强。在目前的纳指很多个股都破位都大跌，连续走出几根大阴线时，它呢就只调了3天，而且3天都是小 K 线。所以对于整体的市场来讲， SMCI 它依旧是一个很强势的标的。一旦指数止跌，那么 SMCI 依旧能够去看涨，依旧有机会走出2波的上涨。而我们看到价格在上涨时呢是连续的绿灯，绿灯之后，本次的下跌它是首次出现了红灯。对于强势的个股来讲，一般下跌出现红灯时，其实距离低点如果多头强势，它一般不远。像股价上涨时，如果是多方很强势，一般红灯它很多时候只出现一次就没了。所以目前的股价的下跌出现了一次红灯，那你要关注强势的个股行情，它不一定会去下穿这一个蓝色轴给到我们变盘低点，它可能会直接出现启动。所以 SMCI 它依旧很强，依旧是强势股，而我们要等的就是这一波获利兑现之后再一次的买入机会，这里可以用绿灯来去把握。那怎么去看今天会不会产生绿灯呢？给到大家今天的关键点，今天注意一个低点 47.94 是我们所说的预测的低点支撑，不跌破它不会有再一次的红灯。而股价今天如果能突破 53.93， 那么这一个位置的标的就是我们所说强势股回调之后出现红灯之后立马转绿灯，那么依旧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当前的抄底标的，因为是强势股，而目前是弱势行情。弱势行情找到强势股，那么它去抄底去把握反弹，那么它所产生的机会会更大，而风险会相对偏小一点。但注意了，一定要明确的抄底机会才行。最后我们看到 MSTR 在破位了前面的大阳线低点之后呢，还在持续下跌，目前呢更甚至是把左侧的低点都给击穿了。那么这一波下跌途中，我们依旧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资金变盘的现象。价格下跌时谁是变盘点？这一天是变盘点。当这一天的低点呢，它虽然没有被跌破，但它的高点也没被突破。这种变盘低点高点不破低点不破，那就是震荡了，那它也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多方的看涨行情。那么目前是跌破了变盘低点，而价格前期的这个震荡当中，它有一个上穿 K 线是这一天，好，上穿 K 线这一天低点被跌破，
而下穿 K 线这一天的低点也被跌破，所以不管是变盘低点、变盘高点，它的低点后续都是关键 K 线的破位，所以 MSTR 从这一个区间开始已经是变弱了，它的一个市场的环境就不太好了。那目前依旧是连续的流出资金，没有流进，而目前呢依旧是大阴线下跌，而没有绿灯，所以当前是趋势上往下走，它是一个下跌的过程。我们依旧需要等待一个明确的机会才能够去买进一些个股，像 MSTR 也是如此，目前没有买点的出现，同时也没有止跌的迹象。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关键 K 线关键点，今天的高点预测压力是 293.4， 这个位置过了就是绿灯，而低点支撑呢是 265.755， 这个位置收盘跌破就依旧是红灯，依旧呢不能随便抄底。在 MSTR 上，我们等待是否有绿灯产生，以及会不会有资金流入产生。如果有，下期视频我们应该就会等到机会了。以上就是2月2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今天是否能够止跌，在新值3后，我们要时刻关注短线的止跌现象和多方的反攻迹象。英伟达支撑区是否能撑住，这是当下行情关键节点。苹果逆势上涨是否能独领风骚？我们接下来要去密切关注短线产生的机会和波段启动的行情。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给你些许收获或带来一些启发。更多行情解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